我提醒一下大家，5:20的时候，大家要交一下那个提纲。提纲。对。好的。好。好的，加油。好。90分钟太难了，我觉得。那像您如果做一个20到30分钟的访谈，您会准备多长时间？至少你得给我几天。就会看他们谁能够出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招。对，就是如果说你是希望把这个嘉宾的最精华的人生观点都碰撞出来，我觉得是需要很长时间准备。这得非常熟悉2位才行。我都问的又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刘奎首先就交了。再喝点热茶。其实采访是次要，其实喝茶是重要。这种方式我是特别喜欢的。哦，做了一些功课。已发送。你们仨是一个题吗？对，易立竞老师。哦。让空气下那刚才这个还是准备了。哦。I think it's a perfect place. Over the past few days, they've been. 我觉得冯晨朗还是挺知道自己的优势的，就是优势和缺陷，就是他的访谈不一定是一个深度访谈，但是他有访谈出不一样的颜色。你紧张吗？你紧张吗？你紧张吗？我觉得我比我上一次见你的时候，我觉得你要更紧张一些。现在。给你今天心情打分。就是你喜欢做这个事情。比如如果说从素人非这个科班专业出身的话，我们比如杨林卫的状态明显要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深蓝客厅。越临近越紧张。找点戏，我练一下。用旁观的角度看他们的故事，用旁观的角度看他们的故事。欢迎收看《旁观者清》，我是庞征。庞征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儿，对。哎，起名常用谐音梗。对，常用谐音梗。距离上一次见田儿姐，其实已经是7年之前了。当时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是满意的吗？怎么去处理职业上的纠结和选择？现在正好也是毕业季，
现在正好是毕业季，如果要给弟弟妹妹们一些建议，有什么宝贵的建议吗？这是我最害怕听到的问题。对 ，Me too。对。你前2天睡得好吗？特别不好。师姐，你来参加这个节目，你压力大吗？很害怕，很焦虑。我是一个在做事情之前我会想很多、很焦虑的人。我其实很突然来这边，我就最近这1周才定下来，就是决定要来。哦，因为我一直在做主播，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来这个节目的。为什么？他本来这个节目就是给应届毕业生，然后你本科、研究生都是播音主持，为什么你会觉得？只是你选择在干这个，你只是你选择做主播而已啊。你是我们对吧？就是18主持专业这么好的一个，你在我们学校专业是出了名的好。没有，你怎么可能没有资格？你在说什么？没有，不要。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对自己不是很自信，就是因为我感觉我作为主播，然后再来做这个就。已经偏离这个职业已经很久了，所以我再回来的话，我合适吗？我有这个资格吗？我的专业能力能匹配得上吗？我想很多。各位老师们，大家好，我叫庞征，本科和硕士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来自湖南。当年是从湖南省的播音联考第1名，到上戏本科录取的第1名，全国第1名，再到上戏的研究生考试、硕士笔试面试的第1名。哇！在校期间，其实我也是连续4年获得了专业奖学金、综合奖学金，然后被评为上海戏剧学院的优秀学生和优秀毕业生。好家伙！根本不知道第2名是什么感觉，只是拿过第1名。我曾经为了验证水上逃生的细节，在橘子洲头从5米高的沉船上一跃而下，然后我也跟着环塔拉力赛的车轮扎进了新疆的荒漠，在漫天黄沙当中驻扎了半个月。哦呦，这简历好厉害！哇！我看你做带货主播挺多的是吧？对，我近几年来都在做带货主播。你是签了 MCN 公司吗？还是自己在做？没有，就是自己打零工。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因为你的经历18年到22年都比较传统的做主持人啊、出镜记者，然后突然到了22年就变成带货主播了，为什么突然转行了吗？就是。因为2022年的时候，我爸爸生了一场病。当时因为我没有办法回老家去帮忙，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所以我就走出校园，然后开始赚钱。在那个关口，我觉得我也不能只顾着自己说啊，我要去追梦，然后就不顾家庭的困境，或者说我就不顾现实的一些各种因素，然后我就执着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是面临着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就是我要不要当带货主播去开始赚钱。在我心里，我感觉这个没有回头路。挺棒的。爸爸现在身体怎么样了？我爸爸已经离开了。不好意思。其实我最终的梦想成为主持人，也是我之前和我爸爸的约定，就是他内心一直坚信他未来一定能在电视上看到我。
反正努力过了啊，就不会有遗憾了。站就完了，站就完了。不后悔。用旁观的角度看他们的故事，欢迎收看《旁观者清》，我是庞真。再来啊！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了这位姐姐，她如事业的分岔路口，她坚定选择，在人生的褶皱里。18年，当时我们在录制。Hello， 姐，师姐好，我是那个这次的那个助教冯琳。听说了啊？梁田来了，梁田是冯琳的师姐，中传08播。谢谢老师带我参观贵单位。哎呦，不敢。哦，二姐好。梁田姐 ，Hello， 哎，好有亲切感。嗨，我们直接从这边上吧。呀，这两位是我们其他的选手。的选手，对。好，加油！好，谢谢，拜拜。那家人们，那个梁田老师那儿已经进去了。已经开始了吗？我刚在那个小会议室有看到一个大投屏，然后就被赶出来了。什么玩意儿？投屏？对。哦。等一下，在这儿哦，看在这儿，就在这儿看，对。他们是直接呈现，难度翻倍，跟新闻还不一样。哇塞！稳定的主持岗位走出来，不少别人的期待。当时你是怎么在这的？肯定认识啊。如果到了东方卫视，你觉得你适合什么样的节目类型？我目前来说，我觉得比较适合和感兴趣的，可能是一些访谈类，还有说文化类的一些节目。首先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吧，我可能比较喜欢挖掘一些别人的故事，还有包括去探索一些文化知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之前在我学校里面参加过的一些主持实践当中有一些这样方面的积累。现在生活状态打分。你准备怎么样了？还行，我有点害怕，因为也没有采访过这么厉害的老师。没事儿，我觉得你做采访就是你不要把对方放在一个高位去看，就你更加把它当成是一场属于你们俩之间的聊天，对。好的，加油！谢谢，你也是。宁宁，走吧。有什么需要我提供给你的不？帮助什么的？我也不知道。这当心。来了，我们实习生宁宁老师好。嗨。你好，文杰老师。来了，张宁宁。我觉得梁田是一个很聪明的嘉宾，而且他是一个很好的访谈对象，就是希望张宁宁能够有不一样的一个切入点。对。也蛮期待的，请坐。谢谢。OK。梁田，我该做还是不该做呢？这就属于比较没有经验的学霸，自己先坐下了。学霸都这样，来开工干活，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坐下来，你也来吧。这是清华那学霸对吧？清华学霸是。我们要给宁宁戴一下耳返。哎，对，看看你戴哪个耳朵，看你哪边方便，我都可以呀。或者我建议你戴这边，这儿吗？对，因为咱俩说话，你这个耳朵能听见我说什么，对吧？你在外头那一侧没有戴过，没事。导播老师会在耳返里跟你试音，有问题随时喊我，我在旁边。导播老师在那边。张宁宁是吧？对。听得到我说话吧？可以。好，谢谢。耳返里跟你对话。好的。大概看一下你的机位，基本上这台是你的单人机，这台是梁田的世界单人机，然后这台是我们俩的双人机位，机位上哪个亮红灯就是哪个正在拍摄。好。
这个真的给他讲清楚，他真不知道，因为他们平时没有进过演播室做这样的节目。他如果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话，他要同时照顾导播、照顾机位、对，照顾被访者，还要想自己的思路。那关键被访者还特别有经验，而且这还是直播，4个导师坐在第二现场看着，我天！我来试一下吧。我声音响吗？会影响你吗？我觉得我自己的声音有一点大。稍等啊，我帮你调一下啊。好，谢谢。该上带的都上带了啊。完了，我告诉你，他又进入了那种我觉得最可怕的那个访谈状态，想自己的，就是在背自己的稿子，对，要命了，简直。聊两句啊，梁田那么好的人，对，应该先简单的交流一下，对，缓和一下，对。他怎么被晾在这儿了呢？你也没有寒暄一下是吧？直接。其实梁田老师一直在寻求机会要沟通。梁老师忍不住说：“我来聊两句。”妹妹，你叫啥呀？妹妹，你叫啥呀？哎，你看，我叫张宁宁，张莹莹，宁静的宁啊，张宁宁 ，OK。你北方人吗？不是，不是啊。我是一个在江苏长大的福建人。江苏长大的福建人呐？对呀。哇，福建人，以德服人那个福建人呐，听不出来一点儿。反倒感觉梁田更热情一点。你一定想嘉宾。嘉宾在暖场。反了。妮妮，我们准备开始了，好吗？这个画面好好笑。或者你要再等一下也行，没事啊。再缓缓，再缓缓。谢谢。没事儿，没事儿。我能感受到你的紧张，没事，坐一会儿就好了。我紧张太明显了。没事儿，都经历过。哎呦，他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也挺紧张的。但我觉得这个比新闻的紧张要好很多。就是他们这个及时感，就是你好不好，错不错，就瞬间就这个后期还有补救。对，但实际现在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也紧张，肯定紧张，肯定紧张。你们两位就坐着呢，还是要迎接一下嘉宾走进来？都可以，你设计。你可以自己设计，我配合你。就坐着可以吗？坐着可以，没问题。那就坐着，好吧？怎么样，妮妮？好，可以。那我们就准备吧。3、2、1，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张宁宁。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他曾经是知名的主持人，而现在呢，他也解锁了更多元的生活方式，从多元的赛车场到话剧舞台，从镜头前的好物分享，再到充满烟火气的日常。他现在也解锁了非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就是梁田，欢迎梁田世界。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梁田儿。梁田姐，之前我也有一直在看您的自媒体账号哈，发现您最近的生活特别的丰富，也特别羡慕您那种生活和工作非常平衡的状态。之前看您那个在海南文昌的看火箭的那个视频，特别有感觉。对，这最近发生的事，哇，我的电子闺蜜follow 我的这个社交平台是吧？因为我之前也看你的置顶视频哈，总结了去年参加过很多个第一次的事。然后想了解一下，就是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尝试？新的尝试啊，我觉得好像就是看火箭发射这个事情，应该是最近的一个人生新体验。因为我以前就是在原单位的时候，我是主持过很多航天类的节目或者晚会，自己也很喜欢那种科幻作品。对于太空
对于宇宙，其实我自己也非常感兴趣。然后我就说，那咱既然跟航天这么有缘，然后7月份又有这个火箭的发射，我要真的亲自到现场，用自己的双眼去感受一下，那个火箭推进器把那个天空点亮是什么样，然后那个迎面而来的风到底是多大的风，那个声音到底是多大，所以我就是，最近解锁的人生第一次就是去看火箭发射。而且我们那天就是晚上还下了点雨，所以当天火箭发射之前，那边上居然还有雷。再追问一下呀。然后你就是哇，还有一些意外收获，就是你会看到那个火箭与惊雷同辉的感觉。其实我也特别好奇，就是您在尝试这些新的东西之前有没有一些准备？他应该再追问一下，这其实都可以再往下讲，都会有特别鲜活的故事的。一些准备呀，我觉得是要打个比方，我第一次开赛车这件事情，那我的准备就是在赛场上要尽量保证自己和别人的安全。那我就会提前去，比如说网上去学习赛车的基础知识，然后我甚至可能要了解一些他们的那个机械原理，然后那个赛车的组成构建，然后包括过弯的话，我要怎么抢这个身位，那理论准备会更多一些吧。尝试新东西的时候。反正就是我大概是要做一些这种理论性的准备，然后尽可能的以现有的条件去进行一些实战上的准备，比如说问朋友借一辆手动挡的车，赶紧复习复习，开一开这样。他好像太依赖于自己的提纲了。其实是我自己本身喜欢开车，就是我自己平时上下班开的那辆车，我就觉得上班开车那段路都很享受，我很享受方向盘在自己手里的感觉。坏了，他自己说完了。哎呀，太沉下来了，整体的节奏感不是特别好。基本上是良田自己接着往下说的。对，所以赛车这个，一个是当时有导演组找过来说，感不感兴趣？然后我又很喜欢开车，我说那来呀，咱们没开过，但是有意思呀，我就去了。那这样既是赛车，又是做自媒体，还有时候演话剧，您觉得这个跟之前做主持人的时候的状态也很不一样了？对，确实是挺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主持人像是钻石，它有很多面，钻石自己是不发光的，它是折射别人的光。他的问题就是他的边界感太重了。所以我觉得我原来做主持人是，我要努力修炼自己，然后把自己打磨成一个钻石之后，折射我嘉宾的光芒。但是我出来之后，比如说演话剧，我就会觉得，你在舞台上你得自己发光了，你就是你这一趴的主角，你就要自信的亮出来。主持人的时候是光而不耀，但是你做话剧演员的时候，你就是要闪耀全场，就自己也要发光。他最大的问题不是想着下一个问题，而是没听，他没进入到他的世界。对，但幸好是聊天啊。人家太善良了，已经自己不断的往外拓展了，给了好多口啊。整体有点怯，在怯场，他被压住了。他显然是有一些后来信念感就没了，但是他讲话的语调是好的，语调就是沉的，然后表达也没有问题的。作为我们职场新人来说，也有过很多被别人的期待捆绑的时刻。梁田姐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怎么样去解绑的小技巧？
我觉得人生遇到坎儿的时候，能拯救我的只有自己。别人愿意看见你的时候，你就感恩。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要被自己看见，我要看见自己。还有就是你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其实有几个问题很好，解绑，对，解绑那个是不错的。还有就是，走出舒适区以后，你会不会纠结？对，因为我是一个告诉自己我要活在当下的人，不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过度担忧、提前焦虑。那会不会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呢？目标会有，但是那些很关键的 critical moment， 他应该再追问一下。就我觉得他没有追问。今天和您聊了一路，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不是您之前做了很多光鲜的新尝试，而是说在这些尝试背后的一些选择中的纠结和已经知道自己要什么的那种笃定。也非常感谢梁天姐今天愿意把这个冒险背后的这些故事都来分享给我们，也祝屏幕前的各位都能够一步一步的找到自己的热爱，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精彩。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好，可以，好 ，OK， 谢谢。了。我有一种张宁宁终于结束了的，她自己有一种终于结束了的感觉，解脱了的感觉。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谢谢姐。那我先下去休息。好。哎呀妈呀！是不是特好？不好，贼紧张，我紧张的忘光光。没有。但我终于可以歇会儿了。怎么样，宝？哎呀妈呀，紧张的忘光光了。是不是不按提纲来了就不按提纲来了，就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已经。那你也撑下来了，就很棒啊！完成最重要，就是靠姐的这种善良在支撑我的采访。天哪，哎。